恒河水有多脏，大家那是心知肚明。什么清道粪便、工业污水和生活废水，在河里烧尸体、抛骨灰等等，超标的含粪量，甚至还发现了超级细菌。一口恒河水，半个颜色周期表，那真不是夸张。好歹也是母亲河，印度不是没有想要过治理一下的，可结果呢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恒河是越来越脏，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今天秋哥就带大家来了解了解。印度位于南亚次大陆，国土面积约为298万平方公里，人口约14.2亿人。这世界上除了印度人以外，估计所有人都知道恒河有多脏。曾经世卫组织就检测过恒河水的水质，结果差到什么地步？单说大肠杆菌，国际标准是每千毫升为5000，然而恒河每千毫升达到了恐怖的100万。而大肠杆菌呢，一般和生物粪便有联系，也就是说，身为印度的母亲河，恒河的含粪量居然超过了国际标准200倍。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恒河里还发现了超级细菌，外来人要是敢喝一口，但凡不出现的 ICU 都对不起恒河水里那半个元素周期表。你说这脏成这样了，结果印度人是连喝带泡澡的，直夸恒河好啊，干净又卫生，喝了能净化身心，下辈子还能投个好胎。要不说怎么是圣河呢？是女神化身呢？什么？你说恒河太脏了？哪里脏了？这么多年一直都这么干净的，不要睁着眼睛乱说。恒河很难的，有时候多找找自己原因。身体行不行？有没有好好变异？为啥恒河会脏到这个程度呢？其实恒河也不是一直都脏，至少在1980年之前，在雨季的时候，河水还是能达到饮用水的标准。然而恒河之所以会脏成这个鬼样子，完全都是因为印度人自己作的。因为印度人大部分信仰印度教，而在印度教里，恒河是圣河，有净化人的身心灵魂、罪恶等作用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印度人不管是喝水、洗澡、刷牙还是洗衣服，都会用上恒河。每年有超7000万的信徒固定跑到恒河洗澡，哪怕是生病了，印度人也会想着先来口恒河水压压惊。各种生活垃圾都往河里丢，他们甚至还会在河里大小便。也难怪恒河水含粪量会超标到这个程度。不仅如此，当有亲人去世了，勤劳点的会把亲人抬到河边烧了，再把骨灰抛到河里。也有人呢干脆不烧，直接把人一裹，直接丢到河里，让它随波逐流。几千年来，印度人都是这么做的，因为他们觉得恒河是圣河，能净化人，也能自我净化。过去生活还没那么复杂，河里的有益微生物勉强能净化分解掉污染物。但在1980年之后，随着印度工业的发展，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在了恒河边上。你说开就开吧，但这些工厂产出的各种废水也不处理，直接就排进了恒河里。有调查显示，印度每天有300万吨工业废水被排进恒河，而被处理的废水不到1/4，有生活废水和工业废水，双重压力下，也难怪恒河会越来越脏，水质受到严重影响，不仅影响人的生活，也导致大量水生生物死亡。就算侥幸活了下来，也浑身都是毒素。恒河有多重要？流经了印度11个邦，养活了全国近40%的人口。这么重要的一条河，难道印度就没想着要治理一下吗？怎么可能没想过？早在40多年前，就有印度官员表示要改善恒河水质，发起了各种计划，目标定得很好，说是要让恒河达到饮用的标准。可结果呢？仅仅治理了3个邦，计划就进行不下去了。等到后面又有人决定要重启计划，花大钱给恒河打了垃圾，处理废水。但是呢，工厂和居民还在不断的丢废水和垃圾，就算再怎么努力的处理，也是治标不治本。到了2008年，新总理刚一上台，直接成立了2个机构，说是专门用来治理恒河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等到莫迪上台，也是老一套的给民众画饼，说一定会治理好恒河的。结果依旧显而易见，有印度官员为了表示治理的究竟有多好，自告奋勇的干了一杯恒河水。当天晚上，这人就被送到医院去了。这么多年，印度恒河治理的计划变了又变，唯一不变的就是没有去治理恒河。哪怕是新冠疫情，都没有阻止印度人去恒河朝圣的心。甚至为了更多人能够享受到干净卫生的恒河水，印度在2016年就推出了恒河瓶装水，经过一系列的加工，然后装瓶拿去卖，只要30卢比，这和人民币呢也就2.5块，也不是奇事。就凭印度的技术，真的能把恒河水里的各种病菌清理得干净吗？不过印度人也不在乎，直接喝都不怕，这还怕什么？据说瓶装恒河水已经卖了100多万瓶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，麻烦各位看官给你发财的小手点了一个点赞关注呗，咱们下期再见。